想听说不到长城非好汉。在这个春末初夏的季节，我终于完成了人生中一场期盼已久的旅程——北京7天6晚文化之旅。作为两朝古都，这里藏着中国5000年文明的回响。第一站是天坛，落地北京后已经是下午，从民宿出发，走路15分钟就到达天坛北门。虽然错过了年票购买时间，但好在还能入园。祈年殿是天坛最具代表性的建筑，蓝色琉璃瓦在阳光下闪着金光，仿佛还回荡着当年祭天时的钟声。这里曾是皇帝祭天祈谷的地方，如今人来人往，但依然庄严。一路从北向南穿过丹壁桥，到达回音壁圆丘坛。听讲解员说，在不同的石砖上拍手能听到不同的回声。我们也亲自试了一下，虽然因维修影响不太明显，但依旧觉得神奇。第二天我们去了故宫，要到故宫需要提前预约，根据预约时间提前排队进场，从午门开始踏入这600年皇宫旧梦。这次刚好有乐龄泉的联展，再走过乾清宫、交泰殿、御花园，故宫的建筑色彩，屋檐上的走兽，每一扇宫门，每一砖一瓦都在诉说王权与艺术的交织，令人驻足。故宫里宫殿太多，只走中轴线也走马观花花了6个小时的时间，但即使只走一遍，故宫也足够震撼。第3天我们来到国家博物馆，这是一座可以待一整天都看不完的宝藏博物馆。从商周青铜器到清代瓷器，从佛造像到近代航天展，文化与科技交汇在这座雄伟的博物馆里。在九龙九凤观前，我们仿佛看见了昔日大清后宫的辉煌，瓷器、青铜、书画、佛像，还有近代史、航天展。在多个展厅之间穿梭，人们最接近历史的地方是在博物馆，而博物馆是那种我了解部分历史，再去了解那些我不知道的人和事，不断地把中国上下5000年的历史读完的地方，把学校里学到的知识补充完整，这就是逛博物馆的意义吧。
从博物馆出来都已经5点多了。夕阳西下，1小时后，天安门广场迎来了庄严的降旗仪式。第4天是慕田峪长城，这座横环在崇山峻岭之间的伟大建筑，很多年前便已成型，见证着边关的守望。我们一边攀爬一边远望，山风吹来的是历史的厚重，也有远方游客的赞叹。我们从北京旅游集散中心出发，9点半发车，11点到景区。在车上可以买大巴往返车票，也可以买上下山的交通工具。我选择了坐缆车，一开始爬的是陡坡，走得气喘吁吁，但越往上走，风景越震撼。古老的城砖，连绵的山脊，真的是如诗如画。
返程后正是下午10分，可以前往颐和园。从北门进园，一路绕着昆明湖走到南门，沿途的柳树、石桥、长廊，前来旅游的人和学生团。接着我们来到了雍和宫，香火缭绕，这里曾经是一座王爷的住所，后来改为佛教寺院。最后的一天，我们走进北京 CBD 国贸，城市的现代感扑面而来，高楼林立，灯火辉煌。登上观景平台，看见央视大楼的标志性结构与中信大厦的身姿，北京的另一面也如此震撼。这7天6晚，每天都是万步之行，从祈年殿的祭天神坛到慕田峪的烽火台，北京既有千年的深沉，也有当下的活力。这一趟是穿越古今的旅程，是一次关于文化、建筑与生活的全新体验。这一周，我走过了历史，也走进了北京的现在。北京不只是一个目的地。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谢谢观看，再见。